这期视频给2颗卡特兰换了盆，其中1颗做了分株繁殖，所以换了2盆变成4盆。在换新的盆的时候，又根据各自的特点在盆里做了一些处理。先来看这一盆，这一盆是我买的第1盆卡特兰，花谢了。现在是春季，按说它应该要开始长了，但看上去不太精神，所以换个盆吧。这些植料用的时间也不短了。它的叶子有些残破，是上一个夏季晒的。有一天高温，正好那天我没在家，结果好多卡特兰都被晒伤了，包括前段时间换盆的那一批苗出来了。有一些根还行，但是也有一些根不行了，尤其是底下的根有烂的。它的芽已经有了，估计也快开始动了。这颗假鳞茎不算多，我就不分株了，只是把烂掉的根处理一下，重新上盆就好了。修根的时候发现了好几个小蜗牛，所以拿到水龙头底下使劲冲了冲。这个我还是给它一个透明盆，但这次是自己做的一个大油桶，把上面切下来塞到里面。这个油桶的底儿上是没有孔的，下半截能存一些水，所以把这个瓶子头放到里面，这样就分成2段，存的水在下面，基本上泡不到根，但是可以给上方提供湿气。把原来植料里的石头捡出来，在盆里晃一晃，除虫。使用了这种下方存水的盆，这个就不需要多浇水了。这个主意来自这种挂着的吸水瓶，用这种瓶子养的卡特兰根特别好，我还特别省心。所以最近换了好几个卡特兰都是用了这种方法。这个桶的尺寸我是觉得有一点大，所以植料方面也做了一些调整。主要的吸水材料用的是珍珠岩，它是无机物嘛，不容易腐烂。其他的主要就是桃粒和树皮了。桃粒和树皮的吸水性都不太好，因为这个盆大质料多，所以我希望质料总的来讲吸水性不要太好。这颗我用的是透明的盆，之前就是透明的盆，它的根就是绿的，因为能见到光，就可以进行光合作用。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卡特兰都适合用这种透明的盆，有一些品种如果用这种透明的盆，它的假鳞茎有可能往下长。好，这颗换好了，就先放在这儿，这个比较简单。再来看这盆，这盆花谢了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应该也过了休眠期了。花谢之后，卡特兰通常有1个多月，差不多40天左右的休眠期。这个的叶片也是在上一个夏天的那一天给晒伤的。这颗不适合透明盆，就是它如果是透明盆的话，它的假鳞茎就往盆里头长。这颗有名签，因为是从巴宁斯买的小苗，从小苗养到这么大，现在得有10好几个假鳞茎了吧。它的根可不怎么样，烂根很严重啊。不过它已经开始长新的根了，说明它的休眠期过了，它开始要生长了，新芽也有了。这个的根不是绿的，是因为这个盆是不透明的，所以它的根就不绿。也冲一冲它的根，这样好清理一些。上次换盆的时候，它的根非常多，这次虽然都烂了，也还是非常多，都交织在一起。它当初小苗的时候带着水苔还在这里面呢。这个品种的生长方向性不是很强，它的新芽不只在一个方向出现，可以在好几个方向都找到新芽。
最初的小苗在中间，所以中间的假鳞茎是最小的，然后由中间往四周长。这好像是最小的那个假鳞茎，在中间，叶子都没了。最初我是打算从中间一分为二，因为我也不想分得太小了，分得太小，不太壮，影响开花。看着它这些密密麻麻的根还挺头大的，差点就想放弃了。然后后来一想，今年不分，明年不就更难分了吗？咬咬牙分了吧。分之前先喷了点酒精，局部消毒，然后选中了这个位置下剪子，剪开了，但是根还缠在一起。后来看了看，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剪了一刀，这样虽然不是在中间了，但是这一半根儿感觉好拿一些，相对的吧，还是有一些根儿纠缠在一起，不得不把那些根儿剪断了，不然拿不出来。幸亏这些根儿看上去不太好了，剪起来也不是很心疼。这要是像上次换盆那样，根儿又多又好，没准还不舍得剪呢。比较小的这一半也有5个假鳞茎了，剩下的还有10几个假鳞茎，但是根也是特别不好。现在这个根还好修了一些，又剪掉了好多根。根少了之后，觉得之前剪的那个口还是有希望拆开，又多了一颗拆成了3颗，这个是计划之外的。原本只是想分2半，这会儿变成3半了。不过其中有一个特别小，这样我就需要找3个盆了。这是专门封伤口用的封口剂，在巴宁斯买的。这会儿伤口比较多，我就拿出来用用。其实我经常用的是自然风干法。我觉得这种封口剂其实可以不用买，不用也可以。而且那么一大罐，感觉很难用完。因为这颗卡特兰不适合用透明盆，所以我没办法用瓶子给它做一个盆，用的是普通的花盆，花盆底部做了隔水层。如果您没有看清，我们再看一遍。这个下面是扣了一个瓶子头，这个是铺了瓶身，瓶身下面是石头。那这个就是瓶底儿了，瓶底儿下面也有些石头压重。这3颗用的质料基本上是一样的，都是树皮混料，还加了一点木炭和珍珠岩。这3颗因为被分株有伤口，所以3-2天之内都不要浇水，但是可以给叶子喷一点水，放置在通风但是光比较少的位置上，让它们缓一段时间。看到开始生长之后，就可以正常养护了，放到正常的光亮的位置。换完这3盆已经是傍晚了，所以连叶子我也没有给它们喷水。明天吧，明天早上去给叶子喷喷水。我这里现在是春季，所以有好多盆需要换，所以最近的换盆视频比较多一些，还有要换的呢。